乌军公开匕首导弹的残骸，一笔糊涂账，不代表高超音速导弹神话的破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很多人印象中，高超音速导弹自从面世以来就一直是无敌般的存在，其对现代防空反导系统的挑战是革命性的，所以也成了中美俄军事科技竞争的主要领域之一。然而，高超音速导弹的神话似乎在5月初被乌克兰军队戳穿了。乌克兰空军宣布击落了一枚从俄罗斯境内由米格31K 截击机发射的 KS-47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俄乌冲突打了这么久，俄罗斯方面使用匕首导弹的次数被俄军证实的只有3次，而俄军多次展示了击落俄军亚音速巡航导弹的残骸，比如 KS-555 口径和 KS-101 等巡航导弹，但此前从未展示过匕首的残骸。除了高超音速导弹极难被拦截以外，其爆炸时产生的动力冲击也让这类导弹几乎找不到什么完整的部件和零件。不过这次乌军声称击落高超音速导弹可能是有图有真相，残骸落在一个体育馆内，并且乍一看似乎与匕首导弹的头部有类似之处，且与 KH-22 和伊斯坎德尔导弹也有区别。由于乌军刚刚列装了2套爱国者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从理论上讲，爱国者导弹似乎是可以拦截飞行速度比较高的目标的。这件事诡异的地方是，乌空军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确认战果，但是在2天后又进行了确认，并表示不会公布这一事件的细节信息。目前的最新情况是，乌调大楼证实，乌克兰军队使用爱国者导弹击落了一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而俄罗斯方面几天来一直拒绝回应，仅指出匕首的速度超出了爱国者的拦截范围。而乌克兰方面公开的残骸显示，这个弹头更像是 BETAB 500型航空炸弹的残骸，其弹体的外形更像一枚炮弹，并没有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所采用的双锥体构型。乌方给出的解释是，这一段残骸只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一部分，如果不认真比对，那么乌军是否真的击落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仍然是一笔糊涂账。现在的问题是，高超音速导弹的神话破灭了吗？当然没有。具体原因有这么几点。首先，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的高超音速导弹，在其末端似乎是有可能被拦截的。匕首导弹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10马赫，并且具备一定的机动飞行能力。但是这种导弹的飞行速度变化被认为与美国的潘兴2导弹十分相似，也就是需要在其飞行末段大约15000米的高度时拉平并开始降速，其最终的飞行速度大概要降到5马赫左右，才能够利用其导引头精确打击目标。而一个飞行速度5马赫的导弹，其末端的飞行线路又是比较固定的，的确有可能会被爱国者防空导弹所命中。以中国的红旗9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为例，去展示的性能是在防御6马赫的目标时也有50%的成功概率。所以高超音速导弹虽然非常难以被拦截，但是并不等于完全不能拦截，其在末端突防时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被击中的。第二，美国是否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3防空导弹也很关键。我们前面说的只是从技术的角度讲，存在着某种可能，但是实际情况是，乌克兰现在只装备有爱国者2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而这种导弹并不具备强大的反导能力，而具备拦截高速导弹能力的爱国者3武器系统采用的是动能拦截技术，采用这样的拦截技术才能保证较高的成功概率，而一旦被动能拦截弹头命中，那么高超音速导弹就基本会化成一堆碎片，很难保留完整的弹头。目前由于乌克兰不愿意拿出爱国者拦截匕首的证据，而且呢又延时确认战果，甚至其空军发言人还多次否认其雷达发现过匕首式高超音速导弹。这就意味着乌军所展示的这枚匕首式高超音速导弹的残骸更像是一枚普通的反跑道炸弹，而且从地面非常浅的弹坑也能解释这一现实。因为如果高超音速导弹一脑袋扎在地面上，
大概率是什么也看不见，你只能发现一个巨大的弹坑。第三，任何武器都不是万能的，匕首不是一款特别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虽然乌军成功拦截匕首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高超音速导弹并非万能，特别是匕首导弹的末端速度又不是很高，因此仍然存在着被拦截的可能。第四，高超音速导弹难以被克制的神话仍然存在。道理很简单，因为这种导弹打击失败的案例非常罕见，而且从突防概率的角度来看，其能力远非其他型号的导弹所能比的。包括现在被美军吹上天的隐身巡航导弹，其突防能力在匕首导弹面前都是一个小弟弟。高超音导弹飞行过程中弹道的不可预测性，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克制反导系统。只要有足够的数量和打击精度，就能完成作战使命。而要防御哪怕是像匕首这样的低端的高超音速导弹，其希望都非常渺茫。总体而言，虽然乌克兰方面公开了所谓的匕首残骸，虽然正好乌克兰有了爱国者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但是并不能证明二者就有必然的联系。从美国挤破脑袋也要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武器仍然几乎是无敌的存在。而在该领域，中俄两国目前处于领先的水平。